嗨，大家好，我是 Irene，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那我之所以创立这个频道，主要就是想记录一下我在加拿大念书的一些生活点滴。那我来加拿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来这边念完 Co-op 课程。那目前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半年，那前面4个月呢是先念完了语校。那后面2个月呢，就是正式进入 Co-op 课程。那我今天的第一支影片，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这半年在加拿大的一些心得感想，还有这半年来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在这边念书的一些心得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继续收看下去。那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Co-op 课程。我们的学校是有2个校区的，然后一个是位在 BC 省的 Kelowna， 那另外一个是 Vancouver。那我的方式是我先在 Kelowna 校区念了4个月的语校，那后面再飞到 Vancouver 去念我的 Co-op 课程。那之所以选择去 Kelowna 念语校，主要是因为那边的华人比例比较少，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可以避免说到中文。那确实后面语校毕业后的感想也是这样子，我的英文口说进步很多，至少我现在看到外国人我敢开口跟他们聊天。那后面呢飞到 Vancouver 后就开始进入我的 Co-op 课程。那我的 Co-op 呢是供应链管理，我会选择供应链管理主要是跟我之前在台湾的工作经验有关。然后再来代办的部分呢，我觉得代办应该都大同小异。那我选择的是加拿大当地的代办，原因只是因为我朋友认识，所以他介绍给我，我就请他们帮我协助申请学校跟签证。那我的签证方式是我先拿语校的学签，那等我语校这边的成绩达标之后，再帮我申请学签的延签，然后还有拿到工签，就是用来衔接我在 Vancouver 这边的 Co-op 课程。好，那接下来就是聊一下我之所以选择出国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年龄。我是31岁的时候出国到加拿大，那主要就是想来个 gap year， 就是想放松，因为之前都一直在职场上工作那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为了省钱，我可能已经有7年8年的时间都没有出国了。那再来就是卡在这个年龄有一点尴尬，因为如果之后你有结婚生小孩的打算，你可能之后就没有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出国念书，就是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临时起意，就是决定趁早出来看看世界。那我从决定就是下定决心，然后一直到签证办好下来，到买机票出国，这中间我只花了半年的时间。那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想要移民的打算，所以我最后还是得回到台湾的职场。那我担心如果随着年纪的增加，我可能重新回到职场的成本也会提高，那薪资福利呢也可能因为年龄受到影响，所以出国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越快越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知道 Co-op 课程就是学习，然后结合实习，意思是你可以在学习以外，还可以额外获得你工作的经验。我们当过学生都知道，有时候教科书上面教的不一定会在职场上使用到。那再来的话就是让我有机会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里面工作，是一种很有趣的挑战。尤其是像我之前在台湾工作，基本上虽然说平常的书信往来都是使用英文没错，但蛮少有机会可以直接用英文跟外国的客人沟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一个机会，你可以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这样子全英文工作的环境，也方便我之后返回台湾的职场，在选择工作上可以更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搞不好我在这边实习过后，我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跟外国人一起工作，那
如果我之后回台湾的话，我可能就会倾向选择外商，或者是能够外派的这些工作。那我是念了4个月的语校，先讲结论，就是我觉得这4个月念完语校，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的语校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可能像是人口过剩、气候变迁、能源危机，或者是性别不平等等等的主题。那每个礼拜呢，都一定会有听力、阅读，然后写作跟 presentation 的这些考试。这些考试都会跟那一周的主题就是息息相关。每周除了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之外，也会导入一个特定的写作技巧，比如说是 cause and effect， 你就要去探讨假设是人口过剩好了，你就要去探讨人口过剩的原因，那还有因为人口过剩导致的现象是哪些。那再来的话，像是 one side argument， 你可能会去挑选一个具有比较争议性的主题，比如说你认不认为学校应该禁止学生使用手机，那如果你是支持的话，那原因是什么？那再来像是comparing and comparison， 你可能会去挑2家不同的餐厅，比如说像是 Tim Hortons 或是 Starbucks， 去比较这2个餐厅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语校难的地方是在于时间压力，因为我们每一周的考试时间上其实都蛮紧凑的，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做好时间的规划跟安排。像我之前念语校的时候，有曾经1个礼拜几乎每天凌晨1点到2点才睡觉，因为我的时间控管没有做得很好，我就有去问我的同学，后面才去调整我做作业的顺序，那时间才有恢复正常一点。念语校啊，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很值得的地方，就是我在这边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像是日本、韩国、墨西哥、哥伦比亚，还有德国等等。我现在蛮要好的是一群日本的女生朋友，我们可以一起互相聊心事，然后一起出去玩。这边学校的同学年龄普遍都比我还小，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心智年龄很成熟，就是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个热忱是非常高昂的。像是我们班有一群日本男生，他们很爱足球，所以他们中午的时候吃饭都会一起约看足球比赛，甚至下课的时候还会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公园踢足球。我还有几个日本的女生朋友，她们是来到加拿大之后才开始慢慢了解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像是有一个日本的女生朋友，她来加拿大之后发现她喜欢洋娃娃，所以她打算回去日本之后会进入玩具业工作。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日本女生，她发现她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她觉得调味很重要，就是食物的调味。她觉得东西要好吃，那个调味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在这边吃到了什么不好吃的东西，所以她说她之后回去日本会进入调味料的公司工作这样子。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尤其是我听到他们讲出他们开始了解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感动，有点像看到我年轻时候的自己。好了，其实也没有很老，就大概8、9年前，我也是很喜欢货柜，就是海运的货柜，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海运的产业。然后他们在讲他们发现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的那个样子，那个眼神是会发光的，所以我当下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好像有一部分已经不知道消失去哪里的自己，在他们身上我突然又发现到。然后 co-op 的部分啊，因为我目前只念了2个月，我觉得我还不太有足够的东西值得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我念的是供应链管理，不外乎就是会计学啊、经济学这些东西都是用全英文授课的，所以里面可能有一些专有名词不是很熟悉，我还要再另外花时间上网查询这样子。那就是做好学生的本分，复习再复习，然后准备好各个大大小小的考试跟报告。那补充一下我工作的部分，
因为我的签证是语校的时候是先拿学签而已，然后等语校的成绩确定达标之后，再申请学签的延签，然后跟拿到工签，就是为了要衔接我 co-op 课程的部分。就是延签下来的结果，我们发现签证的效期有问题，所以我又决定再重新递交延签一次。那等之后最终正确的签证下来，我就会开始找工作。那如果有找到工作之后，会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工作的，就是找工作的心得跟工作的感想这样子。关于寄宿家庭的部分啊，我想补充的是，就很多人担心去之前，会怕跟寄宿家庭相处不来，或者是没有办法适应。那我想说的是，这些问题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只要记得保持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必须先怎么样对待别人。像我去之前，去 Kelowna 的寄宿家庭之前，我有带伴手礼过去，然后跟他们相处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外面如果有看到喜欢的小点心，像是甜甜圈啊，或是巧克力，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记得分享给他们。那这当然是在你经济条件下可以负担的前提，你才去做这些事情。假设今天你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其实日常生活中你就记得要保持礼貌。很多事情如果你不确定，就记得开口去问红爸红妈们。因为红爸红妈会帮你料理3餐嘛，那嘴巴就是记得要甜一点。吃完饭就记得跟他们说声谢谢，然后跟他们说他们的食物啊、料理啊很好吃啊，就是这一类的赞美的话，我相信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然后也可以帮助你们就是更快速的融入到这个寄宿家庭里面。然后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啊，我觉得加拿大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就是从简单的打招呼你都可以发现得到，即便你们2个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早晨散步的时候，他看到你就是会自然而然的跟你 say good morning，那你也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回应他。我觉得这是非常良好的双向互动，你的心会觉得暖暖的，然后也因为这个暖暖的感觉，你想要做同样的事情回馈给其他的人。加拿大 small talk 也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就是你在这边待久了，你一定会遇得到。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去超市买了一只烤全鸡要带回家，我没有带购物袋，所以那只烤鸡是只有单纯用一个透明的塑胶袋装着，外面的人都可以看得到我手拿的东西是什么。我就是在等公车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个白人阿姨，她就是有注意到我的那只鸡，她就说：“哦，你有一只鸡耶！”我就说：“哦，对啊。”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回什么。然后她就说：“你现在人要去哪里？”哦，我说我要回北温。然后她就说：“那这样子你那只鸡会冷呢，因为北温很远。”我就说：“哦，对呀，但是我没有要今天晚上吃，所以应该是没关系的啦。”她就说：“哦，那就好，那就好。”你看，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对话，其实事后想起来，这对话蛮好笑的，但你就是会觉得有一点温馨可爱。所以在这边就是这样子，就是不管你是不是陌生人，你偶尔都还是会遇到有人会来关心你个1-2句这样子。那总而言之呢，这半年在加拿大目前都过得还算开心。之后如果有收集到一些很有趣或者是很新鲜的一些在加拿大生活的经验，我会再拍片分享给大家，也是帮助我做一个加拿大生活的记录。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那